乌无人机联手导弹狂袭，莫斯科大爆炸，军工厂火光冲天。乌夜袭别尔哥罗德，俄后方陷入全面瘫痪。击落1000万美元俄直升机，红军村俄军陷生死绝境。南部燃油线铁路陷火海，俄军补给链告急。战斧巡航导弹或入乌战区，美方对俄政策强硬。3重俄威胁来袭，北约防线面临极限考验。摩尔多瓦亲欧派压倒性胜利，3名俄间谍当场落网。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9月29日，俄乌战场再度掀起激烈对抗。当天凌晨，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32架无人机，乌军成功击落23架，但仍有9架命中8个目标。乌克兰方面迅速反击。9月29日，乌军派出近100架无人机，对俄近8个地区发起袭击。克里米亚也在打击范围之内。罗斯托夫米勒罗沃机场与新罗西斯克港口传出爆炸声，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在乌军最新的空袭行动中，莫斯科东南部的沃斯科列先斯克地区发生剧烈爆炸。据前方披露的画面显示，多栋建筑陷入火海，上空响起巨大轰鸣声。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无人机袭击造成明显破坏。俄罗斯防空部队在拦截无人机时再次出现意外，至少造成2人死亡。沃斯克列先斯克市长沃罗比约夫称，俄军成功击落了4架无人机，但坠落碎片造成了破坏，并强调袭击主要影响了费多托夫斯卡亚街的私人住宅。乌克兰方面尚未做进一步回应，详细情况仍待核实。据 Star 新闻报道，乌克兰军队动用海马斯火箭炮和无人机发射起协同打击。布良斯克的卡拉切夫工厂遭到4枚导弹重击。乌军首先派出密集无人机，吸引俄军防空火力，随后导弹精准打击工厂区域。现场画面显示，工厂及周边燃起熊熊大火，火光在夜间尤为显眼。目击者称，现场前后传出超过10起巨响。乌克兰总参谋部随后确认，该工厂已遭严重破坏。卡拉切夫工厂距离乌克兰边境240公里，主要生产军用与航天电子连接器，是俄罗斯军工体系的重要环节。工厂距离乌克兰边境约240公里，正在海马斯导弹射程范围内。情报显示，部分导弹可能为海王星巡航导弹。时隔半个月，乌克兰再次对俄罗斯境内的别尔哥罗德州发起猛烈攻势。据前线军事频道消息，乌克兰特种部队和破坏小组日前实施了针对俄边境要塞的突袭行动。前方流出的视频显示，乌军在白天直接剪断铁丝网，越过边境发动攻击，显示出明显的精心准备。乌军随后向俄军控制区推进，摧毁多辆载有士兵的装甲战车，并公布了部分俄军装备残骸及士兵信息。此次行动是否为一次单纯的突袭，还是为后续更大规模行动铺路，目前尚无定论。值得注意的是，早在9月7日，乌克兰特种部队在空军支援下曾突破别尔哥罗德防线，推进至科洛提洛夫卡定居点一带。而此次攻势则显示乌军在东部战线的反击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乌克兰还在夜间对别尔哥罗德全境实施远程打击，发射海马斯火箭弹袭击俄军设施。据悉，此次袭击精准锁定别尔哥罗德热电联产公司与卢赫变电站，2处设施相继发生爆炸，火光与浓烟在夜色中腾起。俄媒现场视频显示，首府别尔哥罗德街道瞬间陷入漆黑，交通信号灯失灵，居民楼电梯停运，多名民众被困，一场正在进行的音乐会被迫中断。
这是俄罗斯发电厂首次在战火中中招，也传递出乌克兰的警告：如果莫斯科企图在这个冬天让基辅陷入黑暗，那么俄罗斯城市也将感受同样的痛苦。不仅停电，斯塔里奥斯克尔、舍利基诺等边境城市供水也受影响，部分定居点需依靠应急供水车维持基本需求。医院、养老院虽启用备用电源，但物资储备告急，抢修压力巨大。另外，俄罗斯后方腹地的远东地区也发生大火，在黑龙江阿穆尔河沿岸，有一个俄罗斯国家物资储备局罗斯雷泽夫管理的仓库发生大火，里面储放着大量对军事或国家安全很重要的物资。目前起火原因尚不明确，但不排除是由亲乌克兰武装组织破坏的。与此同时，俄罗斯能源系统也持续受到攻击。乌克兰无人机空袭了阿尔梅季耶夫斯克输油管道，这条管道是通往西部炼油厂的主要供应通道，距离乌克兰超过1000公里。目前俄罗斯部分地区油荒加剧，多地加油站显示受空。俄军防空系统在拦截空袭时再次出现意外，导弹误击自身防区。近年来类似事件至少发生3次。此前，莫斯科防空部队在拦截无人机时，也曾导致导弹坠落至住宅区。战场上传来最新消息，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战况对俄罗斯极为不利。日前，俄军试图向红军村一带派出增援力量，却遭乌克兰部队拦截。一架执行支援任务的俄军米八直升机在行动中被乌军无人机击落。据诺尔报告披露，乌克兰第59旅出动 FPV 无人机锁定目标，首架无人机直接撞向直升机驾驶舱，虽然飞行员试图规避，但另一架无人机击中了货舱油箱，导致整机失控坠毁。画面显示，直升机坠地后猛烈燃烧，滚滚黑烟冲天。米八直升机造价高达数千万美元，而乌军所用的 FPV 无人机成本仅数千美元，双方投入的巨大差距凸显了非对称作战的冲击力。这并非乌军首次利用无人机摧毁俄军高价值目标，此前他们已击落过俄军轰炸机，甚至在海上通过无人艇击落战斗机，刷新了现代战争的记录。据悉，日前俄军试图夺下米尔洛赫拉德镇，将其作为攻打波克罗夫斯克的前进基地，用来集结兵力、储存弹药，并设置无人机控制中心，甚至不惜动用装甲部队。但在乌军构建的无人机墙面前，装甲车反而成了更容易打击的目标。除了前线 FPV 无人机的疯狂消耗战，乌克兰空军也频繁出动米格29战机，投掷威力巨大的制导炸弹，专门打击俄军集结点。即便炸弹未能完全摧毁目标，蜂拥而上的无人机群和伴随步兵的瓮中捉鳖式清剿，也让俄军几乎没有生还机会。现场的一架米格29机头标记显示，它已完成70次对地轰炸任务，成为乌军空中力量的象征。未来，这些米格29会逐步被 F-16 取代，而随着美制 JDAM-12 和乌克兰自产滑翔制导套件的增量供应，乌军的打击力还会进一步增强。另外，近日网络上流出了一名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员的自拍视频，他讲述自己所在的小队最初有20人，如今只剩下他一人幸存，虽然深受脑震荡，但还能活着。他形容乌克兰军队在这一带打造了一个由无人机主导的技术绞肉机，俄军每推进1米就会倒下20人，指挥官却仍然不断向前线投入兵力。这名士兵在视频里无奈地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红军村一带的俄军目前陷入包围，试图通过空中突围的计划显然未能奏效。同时，乌克兰空军持续发动打击，近期空袭了一处隐藏在废弃建筑中的俄军前线指挥部，2枚制导炸弹直接将建筑物摧毁，现场疑似还引爆了弹药库，爆炸后升起的烟雾由白转黑。南部战场同样不平静，乌克兰情报总局特战队突袭了扎波罗热的梅利托波尔，
成功摧毁了俄军运兵车队。另外，在梅利托波尔郊外的铁路旁，乌克兰特种部队布设的爆炸装置精准引爆俄军燃油列车，3节油罐车瞬间化为火海。还有消息显示，卢卡申科原本计划通过斯莫棱斯克向普京提供燃料救援方案，试图缓解俄罗斯的燃油紧张局势。然而，在俄罗斯斯莫棱斯克鲁德尼亚至戈林基铁路段，一辆货车闯入受控铁路道口，与列车相撞，导致15节车厢脱轨，引发大规模爆炸和火灾。据悉，过去7天内，共有23节油罐车被摧毁，俄南部集团军的燃油补给线几乎彻底瘫痪。据悉，乌军无人机侦察列车时刻表后，特种兵沿铁路布设遥控炸弹，在油罐车进入预定区域时引爆，同时用 FPV 无人机追击漏网车辆。此外，梅利托波尔主线路以外的莫洛昌斯克、奥斯特拉基夫克等支线也遭破坏，甚至位于俄罗斯境内约200公里外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也被无人机打击。这座年加工625万吨原油的设施已第3次停摆。梅利托波尔铁路承担俄军南部战线约 67% 的重型装备运输，是连接俄本土与克里米亚的关键枢纽，也是克里米亚大桥多次受袭后唯一生命线。铁路瘫痪引发严重连锁反应，前线燃油供应断供超过1/3，装甲部队机动能力下降 60%。克里米亚约 50% 的加油站停售汽油，塞瓦斯托波尔市民连夜排队抢油，战略部署受限。若补给中断超过2周，俄军南部战线战斗力预计将下降约 30%， 扎波罗热兵力可能被迫收缩。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表示，打击补给线是系统性瓦解俄军战争能力的最优战术。自8月以来，乌军已连续袭击俄境内外11座炼油厂和23处铁路枢纽，迫使俄军陷入燃料短缺危机。俄方尽管宣称已拦截部分无人机并控制火灾，但亲俄军事博主坦言，梅利托波尔铁路至少需要1个月修复，前线坦克只能先饿肚子。另外，亲乌克兰的游击武装 H 对俄占沃尔诺瓦哈发动猛烈攻击，目标直指俄军关键补给基地。这一基地是赫尔松与扎波罗热前线的物资转运节点。行动完成后，乌军全数撤离，并记录了现场视频。H 武装最初由克里米亚人组织，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多次破坏俄军铁路线路，为前线补给制造困难。据悉，俄罗斯的汽油短缺正在持续扩散，受影响地区不断增加。目前，短缺已蔓延至至少10个联邦主体，后贝加尔和哈巴罗夫斯克等边疆区也出现供应中断或销售限制。独立燃料联盟指出，无人机对炼油厂的袭击以及物流链受阻是直接原因。拥有炼油厂的地区尚可就近保障供应，而依赖外调的地方则陷入困境。克里米亚当局还补充称，当地供应紧张，不仅因炼油厂减产，还受克赤海峡因恶劣天气导致的通航中断影响。为缓解局势，俄方早前已出台汽油出口临时禁令，并在8月底进一步延长生产商的汽油出口被禁止至2025年9月30日，其他供应商则延至10月31日。与此同时，柴油出口禁令也在讨论之中。供应吃紧推高批发价格，独立加油站承受巨大压力。但由于受到联邦反垄断局监管，以及大型石油公司自有加油站低价倾销，他们无力涨价，只能以限购方式维持运营。市场连锁反应已经显现。OMT Consult 数据显示，近2个月，俄罗斯减少了360座加油站，其中南部联邦区受冲击最严重，罗斯托夫州和马里埃尔州的加油站数量降幅高达 12% 至 14%。业内人士透露，炼油厂定期维护叠加事故影响，导致汽油产量下降约 10%， 使供应紧张进一步加剧。在联合国大会的紧张气氛中，美国总统川普与泽连斯基会晤，并在联大演讲后，乌俄战局出现了明显的急转。川普在演讲中直指欧洲与俄罗斯的软肋，
对俄罗斯冷嘲热讽，称其纸老虎，同时痛斥欧洲在能源问题上既与莫斯科做生意，又苛求美国保护的双重标准。这一系列强硬表态，标志着美方政策可能进入更具进攻性的阶段。随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指出，俄罗斯拒绝与乌克兰进行双边谈判，也拒绝参加由美国或其他方参与的三方会谈。鉴于莫斯科不愿坐到谈判桌前，华盛顿正在考虑更有威慑力的选项，包括可能通过欧洲转交射程可达1000余英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但最终决定仍由总统做出。战斧巡航导弹自海湾战争以来屡建战场，是美军海、陆、空3机通用的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射程可达1000余至2000多公里，经过多代改良，实战记录丰富且威力可观。一旦乌克兰获得战斧，其远程打击能力将跨越目前依赖无人机和局部制导炸弹的阶段，形成一种新的深度对等，从而显著压缩俄罗斯对乌克兰本土实施深远打击的自由度。同时，美国总统特使基斯凯洛格表示，特朗普已同意在某些情况下允许乌克兰对俄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不存在所谓的避难所，并强调是否提供战斧导弹仍待最终决定。但总体方向显示，美方对助攻乌克兰开展深远打击的态度已发生实质性松动。要知道，战斧的弹头精度与破坏效能在很多实际作战案例中优于风暴阴影等平台，能把乌军的打击半径和威慑层级整体提升一个档次。但不可否认的是，战斧本身造价高昂，单枚所携炸药量并非无限，是一种高价值、有限数量的战略弹药，其作用更偏向于改变战略平衡与实施精准斩首或关键基础设施打击，而非用来做大规模常规消耗战。泽连斯基曾数次向美方提出战斧要求，并遭到拒绝，核心理由在于向乌克兰提供可深击俄腹地的长程武器会把冲突带入新的升级维度。但如果这些武器最终流入战场，他们可能成为逼促对手认真谈判的一张重牌，也可能把冲突推向更高风险的军事与政治互动。近来欧洲上空与海域的异常活动频繁出现，不仅有不明或疑似俄制无人机在北约成员国重要军用基地附近被目击，例如9月25日夜间，在瑞典主要海军基地卡尔斯克鲁纳群岛近海发现多架大型无人机，警方与当地居民均有目击记录。而挪威、立陶宛等地也报告了类似的空域异常。这一连串事件让北欧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警惕性陡增。与此同时，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俄罗斯远洋侦察破坏舰，包括被报道为燕塔尔号的船只，曾在欧洲海域进行为期数月的航行，疑似采集关乎网际网络与能源供应的海底电缆数据。装备能够监测通信流量，并具备对海底电缆实施破坏的能力，这加剧了各国对关键基础设施被探测乃至受损的担忧。更有调查指出，俄罗斯来源的无序轻武器与弹药正在通过海路与灰色渠道流入意大利腹地，且可能由黑市或有组织犯罪集团暂存于秘密仓库，等待被用于代理人或突发行动。这些迹象被部分意大利媒体与调查报道关联到俄方情报与影子舰队的运作。面对这种软杀伤加侦察加代理供应三位一体的行动模式，欧洲并未选择完全依赖外援，而是开始自建防御体系。英国与乌克兰合作的拦截无人机生产计划，被媒体称作的无人机墙构想，正被提上实战部署日程。目标是用低成本、可规模化的拦截平台堵住空域入侵通道。但这些拦截器对付的是速度较慢的活塞动力无人机，面对越来越多、速度更快，甚至为喷气动力的俄制无人机时，仍显力不从心。因此，单靠被动拦截显然不足以从根本上遏制威胁。许多专家主张采取更具攻势的策略，例如打击无人机生产与供应链节点，切断幕后物流与情报支持。但这又把欧洲推向了一个难题：要么承担更高的军事主动权与风险并直接打击敌方工业体系，要么继续强化被动防御并承受长期消耗。
如何选择将取决于北约内部的政治意志与资源投入，而这一切的背后，正是一场关于如何保护欧洲关键基础设施与边境安全的博弈。摩尔多瓦大选尘埃落定，亲欧派赢得压倒性胜利，彻底改写了这个东欧小国的政治版图。根据9月28日的最终结果，总统玛雅·桑杜领导的亲欧政党拿下超过一半的选票，远远甩开仅获约 25% 支持率的亲俄派爱国阵线。这场选举不仅决定了摩尔多瓦的未来方向，更被视为欧洲与莫斯科之间博弈的缩影。桑杜直言，俄罗斯企图把摩尔多瓦变成第二个乔治亚，沦为反乌克兰和反欧洲的桥头堡。欧洲方面的情报更指称，克里姆林宫为干预摩尔多瓦选举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但最终并未奏效。紧接着，摩尔多瓦警方公布一则震撼消息：3名俄罗斯间谍在选举结束后不久被当场逮捕。调查显示，这3人从德涅斯特河东岸秘密越境，企图在选举结果公布后制造骚乱，以扰乱国内局势。警方在他们的车辆中搜出简易爆炸装置和疑似烟火制品，显然意图引发恐慌。德涅斯特河东岸虽名义上属于摩尔多瓦，却在俄罗斯支持下长期维持独立状态，从未获国际承认。这片灰色地带也成为摩尔多瓦选举安全的最大隐患。随着局势明朗，欧盟方面迅速表态支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第一时间向摩尔多瓦送上祝贺，称你们又一次成功了，并强调欧盟的大门始终敞开。法国总统马克龙、波兰前总理图斯克、葡萄牙总理科斯塔以及欧洲议会主席梅索拉也纷纷向桑杜阵营表达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更是亲自致电祝贺。他直言，这次选举结果清楚显示，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正在减弱，而摩尔多瓦走向欧洲一体化的努力正逐渐开花结果。泽连斯基特别指出，俄罗斯长期在摩尔多瓦施加的虚假信息攻势如今已失去效用，而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摩尔多瓦能否团结国际盟友，建立更完善的防御体系，来应对未来可能的外部威胁。这场选举的胜利不只是亲欧派的胜利，更是摩尔多瓦民众的一次集体选择。他们用选票告诉世界，自己的未来属于欧洲，而不是克里姆林宫的阴影。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